再度来到我们拜托 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哇，我是乡里Sandra，是其他话我们就不多说了。今天是遗珠之汉嘛，没错，来了50株，5位遗珠，5位遗珠卷土重来了。对，我们每个礼拜五都会办这个遗珠之汉啊，有的人顺利拿走奖金，有的人继续呢在那边徘徊。没错，所以连续4周呢，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特辑。那今天是轮到各位了，感觉今天的阵容非常的强大。首先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，归家好啊！哎，医师您好，大家好，乡里好。知名的泌尿科医师啊，上次挑战19000块啊，那个是您的题目是乐善好施那个好。乐善好施很难吗？好啊，为什么出在哪？那你要不猜7画，要不猜5画，偏偏就不猜6画。哦，字是对的，笔画错了。对啊，他们也去算密码。拜这个好啊！好，拜得好啊，好可怜。这是做了什么准备来的？现在陪小朋友就看这些字嘛。其实我觉得平常心，只要不要太紧张的话，好这个字应该是连我儿子这个小2的程度应该都能解决。对。小朋友有笑你吗？没有吗？应该会。何止小朋友笑，从院长笑到清嫂都笑。你好算错。好，今天血池来了，希望。好，接下来介绍我们刘幼彤，幼彤院长您好，再次见面来。挑战什么题目呢？上次是不落窠臼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大家会觉得是潮，基本上窠跟臼都不会写。啊，对啊，现在都怎么练习啊？因为我以前用那个写笔记，英文比较快嘛，但是现在就要都练习写中文笔记。哦，然后中文字就可以写。是，好，希望你今天能顺利过关了啊。接下来介绍孙国豪，大哥 ，You're back， 是，他其实今天来是做效果的，这么明显是吗？上次又做效果，然后又差点拿到奖金啊，厉不厉害？他是乐善好施，他笑人家。你问问他的题目是什么？你的题目是？这个千里鹅毛，你写不出来？鹅很多画比很多画吧。千里鹅毛我写错，你听过？对啊，鹅算错对不对？该不会鹅写不出来？我以为我很丢脸，结果刚刚听到医师讲说好都写错的话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丢脸。I'm very proud of myself. OK， 欢迎你来。接下来介绍方宇，嗨，方宇。机械系电工工程学系挑战上次23500。沧海一粟。可是你知道呢？其实我不应该写了沧海一粟。对啊，不是很厉耶，我差更远，因为我觉得我有点被瓜哥被行长给那个带走了。你干嘛害人家？因为那时候你就提示我，然后你就跟我说，就像一个小小的漱口杯在大海里面。那我就说，但这是漱口杯的漱，沧海一粟。你干嘛跟人家讲漱口杯？我是说沧海一粟是这样一个叶子在那边飘的。跟漱口杯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我那时候只想到漱口杯啊。然后我就写漱口杯的漱，我怎么样都想不到这个字。接下来叫刘家生，你好。嗨，家生好。上次挑战32000块。对，是你的题目那个真的蛮符合他对我们制作单位。没错，共体时间。共体时间故意写错字，这样。对他跟我们共体时间，怕拿走太多奖金。这很替我们着想哎。对，这是意外的惊喜，共体时间呢。最近在考研究所。最近在多读多读书，要不然上次教师节，国小老师把我赶出去。共体时间都不会写。好，欢迎各位再度来。是的，欢迎啊。接下来介绍2位贵宾，就是我们超人气新闻主播朱思翰主播。主播好，大家好。帅哥。另外介绍台经院第6所所长吴孟道所长。所长好。所长好。我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存款争夺赛，相信各位都来过了。游戏规则我也不用再重复了。是的。第1题由吴孟道所长举圈或叉，请出题。与奖金擦身而过，别气馁。只要有妥善的财务规划呢，就能让生活更有保障喽。根据知名银行调查分析，请问国人的10大财务管理目标分别有哪些呢？请抢答。中国好。存钱买房子。
存钱买房，对或错？答对。有的请加3000。方宇，存钱存小孩的教育费用，因为这是一条漫漫长路。教育基金，对不对？要超前部署。对或错？答对。有，请加3000。嘉盛，存钱买车，因为我们讲到房就有车，所以房车一体买车，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不太鼓励大家买车，对不对？方便交通。你还讲这句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哎。不是，那是因为我先有房子才去买车。男生好像会比较想要有车，我发现。对，这个我常常劝年轻人是不好。要先买。车是损耗品，你先买完房一落地就。对，有。而且你现在其实可以买个露营车，你就不用买房子了。对，没错。而且还比房子便宜很多。对，还可以要去哪就去哪，要住哪就住哪。那到底对或错呢？有的。有的。请加3000。退休金。退休金。好。答对。这是第一名。第一名了，对，最多人想要的。哦。来，请加3000。乐彤姐。可能是旅游啊，消费。哦，对对对。答对，这是年轻人最想要的。对。哎，我们买演唱会票吧。当然。对啊，来，请加3000。不好，来，存每年该缴的保险金。保险从小朋友一开始就要保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像我女人每年都要给她缴。你是真的保险还是储蓄险？我那个是真的保险。没有。为什么保险费没有？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对的，但是在10大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。我没有不到10大里。但是我觉得小孩子越小保越好。是越早保越好。对，可是如果有人没有小孩的话，他有的时候自己的保险费也不在这10大。对，我是讲小孩自己的，对，小孩的一定要啊。还没有保到，现在保也贵，来不及了，也贵。年纪越大了就越难保。对啊，方宇。我们现在这年纪呢，就是下有小，上有老，所以呢要存爸爸妈妈以后可能这里痛那里痛的孝亲费。哦，孝亲费对或错？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嘉盛，好，我觉得是买股票，就是前几年对全民疯狂买股票，没有，不在这里面吗？这个其实跟刚刚那个不在10大，对，不在10大。说真的，有些人生活都已经很辛苦了，他真的也没有多余的钱去做这些，所以可能不在10大里面。接下来嘉豪，我觉得既然身为一个医疗业，我觉得要存一点钱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所以一些老年的这个医疗费用没有，也不在这里，也不在10大，不在10大，因为现在可能还年轻啦。这刚刚孝亲费是照顾父母的。来，觉得应该存钱创业。存钱创业对或错？有的，加3000。来，方宇，我觉得存钱捐款。谁会放在10大？你们钱捐款没有到10大吧？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，他们都会把部分的钱每个月就是定期定额放到他的户头里面，然后到了一定的金额之后就捐款。哇，有在10大？因为捐款可以扣税啊，是这样，可以扣税可以做善事。其实你一样的啦，不然你这个税也是要缴了。对啊，有在10大吗？没有，没在10大啦。那个比较冷门啦。哦 no，乐彤是你哦。觉得可能就是存生活费，就是要平常的生活费。生活费。来，对或错？没有，因为要财务管理上面的这个概念。对，怎么样去管理而已了。我们既然只有答对了，还有3个，有7个还没答的。来，所长，补充一下。我想大家都忘记了，对，刚刚讲的就是结婚因为他这个调查是调查从15岁基本上到未来的这一些可能50岁、60岁的人。对他基本上有一些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，他就会想要，我就要结婚，我当然要准备一笔基金。对，然后年长的，其实刚刚有提到，如果是在一些学生阶段，像刚刚其实有一些人可能还在念书的话，他要有一些教育的基金，这些也是里面的其中一个他们想要规划的这些财务的目标。那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可能大家比较少忽略的，因为其实不是很多人都像瓜哥这么有钱，有些人其实有一些债务的。所以他也会定时的去规划出偿还债务这样的一个基金。所长，你误会了，我还债还了几10年了。那些房贷还了几10年啊。但是大家
结婚基金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本人呢最近才刚结完婚啊，只要你多结交贵人呐，你就不用存结婚基金了，因为有些贵人就会包的很大一包啊，像比方说，就是那你就发现你的婚宴结完之后小赚呢，对，哪好意思啊？我们当大哥的是蛮辛苦的，像我们这么熟的，一定要包给你，对不对？哪个儿子也就包给你，那其他的呢？像来上通告，他也会发喜帖给我，那就是统一规格的，3600，对啊，统一规格3600，我们出不了手了，36000太高了，对，39000留到下一轮，朱思翰主播来举圈或叉，请出题。你快乐吗？根据国家地理杂志的学者花费了20年做的研究指出，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呢，都有哪15个共通点？15个哦，15个共同点，请讲的。他哪个共同点？加深。跟朋友出去玩，就多跟亲朋好友出门走走，社交不错的。来，对或错？播出时间跟朋友家人出去玩。有的。来，加3000。我觉得每天做自己熟悉、固定的事情这样压力会比较小一点，我会比较快乐，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。是，哎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加3000。好，加来6种。维持适当的体重，健康的体重。答对了。有的，维请加3000。良好的体态。哇，那他刚刚这个维持体重的话，那跟运动就一样喽。那我可以讲运动吗？还是可以嘛？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因为维持体态不是维持体态跟你没关系。比如常常运动的人，然后常常做瑜伽这一类的，各式各样运动，因为会产生脑吗啡，更快乐。对，体重又可以降，是，对不对？更快乐。来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绝对有。请加3000。应该不会有后面那个啦，不会吧？来放15个。维持体态，然后运动嘛，那我可以说，接龙是不是？搞接龙。我可以说。就是对饮食呢都非常的注重，就是会吃，会就是好好的吃自己要吃进去的食物，就是饮食注重，健康的饮食。也有嘛。请加3000。接龙，来，接龙说有运动又有饮食，那我们就要设定目标，所以达成之后就很有成就感。对，能够设定目标。设定目标，来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按表操课，来，请加3000。哎呀，真是好，来加好。我快乐的点大概是陪伴孩子的成长，漂亮家庭生活的，不知道家庭对这个陪伴家人来对或错？这个没有在15个共同点里。还是刚才已经讲过，抽时间跟家人相处。没有，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可能不一定一直都有家人陪同，所以其实这个里面有一项啦，是说在你的安全的生活圈里面有个安全感，然后有一个安心自在的感觉，但是不一定是家人。我每次看呢，如果你去什么大安森林公园，或者到了公共场合里面，看很多人在那边逛街放风筝，在那边谈话的。或者是在遛狗的人，那些人就算幸福。对，为什么幸福？他不用去嘎3点半嘛。对，才有那个时间。如果你经济上有问题，或家人长辈生病，你怎么会出来旅游？对，没错。所以常常我就观察那些人，我说原来他们最简单的幸福就是没有债务，家里没人生病，他家里也不用赶。你会一直讲出来吗？因为后面还会不会有一些会这些吗？我不知道。刚泄题了嘛？来，听出来了。我觉得持续学习吧，保持学习。持续学习对或错？有是接触一些新的东西，一直有一些刺激，就会很快乐。因为学习使人快乐，一直学习一直快乐。是的，来加3000。我好。刚刚所长有泄题是吧？大安森林公园睡哦，就是多晒太阳、多上山下海的人就会很快乐。接触大自然，对或错？接触大自然没有在这里面。还讲的不用力，不在这15个啊。那到底还有什么呢？方就是呢，不用为钱烦恼，就可能都会做好一些财务上的规划。答对了，没错。请加3000。嘉生，那我觉得快乐的人通常都话很多，很 talkative， 然后会一直想分享，所以呢跟人家交流，所以我觉得话很多，可能是快乐的人的共通特性。讲我们话很多了，很外向。我们出去录网路，没有人可以
没有人可以阻碍我们沟通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社牛，对或错？可惜喽，没有在里面。接下来，乐彤，可能是拥有信仰吧，性感有信仰，拥有啊，哦，我以为性感，吓我一跳，拥有性感。性感，其实他那个我刚刚有想到，拥有绝对幸福啦。信仰或者是冥想，反正就是跟这个 meditation 有关，跟精神上、心灵上的寄托，对，比如说他在为宗教服务啊，每一种宗教都有每一种宗教的活动嘛，或者是说他自己有一些那个 meditation 那些，对 OK， 对或错？信仰没有在里面。哦，真的，那到底还剩什么？你刚才拥有性感给我的那个灵感，启发了，对，启发就是呢，我们就是谈恋爱、怀孕、生小孩不用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可能成家，就是拥有性感，然后遇到一个男朋友，然后一路对我女生来说啦，在这个国家爱情路很顺遂，对，很顺遂，然后生小孩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快乐的国家。对或错？讲清楚嘛。好了，也没有在这个书上里面哦。你们拥有不断的性生活，对或错？健康的性生活。还留15000，什么的？到底有哪些？补充一下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好了，我来补充一下，因为这一项研究呢，它其实是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学人，他是专门研究长寿的，所以他就针对了有一个叫蓝区，蓝区就是说可能80岁以上、100岁这种百岁人很多的地方，包括像冲绳啊，或者是像意大利、萨丁亚等等地方。这些地方呢，去研究说，什么让他们活了这么久？后来发现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饮食习惯也好啊，或者是生活习惯，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有很富足的这个心理的健康基础。所以他就再去做了调查，说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么健康，或者说心理这么富足，然后才发现说，都是环环相扣的，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一些，像是你要保持你的体重啊，或者是你要吃得很健康啊等等的。那么另外，其实里面有一个没有提到的，刚刚大家没有聊到，就是说，其实建议大家1年最少看1次医生。就是说呢，其实也是要保持你的身体健康啦，以及说要有人一直督促你说你去看医生，这样子其实都可以让你身体好了，心情就会好，然后你的生活就会过得更快乐。就类健检那样也可以。对，没错。好 ，OK， 那有15000块是留到我们的赢者全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宣布他们现在的奖金。好，第一轮呢，嘉豪医师6000，幼童12000，国豪6000，方瑜12000，嘉生9000。这15000也是继续保留在那边哦。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各位，我们赢者全拿规矩也不用讲，大家也都知道。唯一不同的是15000会灌入第一回合获胜的人。哇哦！总共进行3轮了哈。第一轮，请出题。人在接吻的时候，常常会不自觉地闭上眼睛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？A. 神经反射 B. 帮助大脑集中。请作答。这不是神经反射吗？居然还有帮助大脑集中。女生跟男生选不一样大家用技巧不同哦。嘉豪医生，为什么是哪一条神经反射？接吻的时候眼睛会闭起来，因为是嘴唇嘛。对啊，你嘴唇亲你眼睛就会这样啊。对，但是为什么都闭？我现在就没反射啊。因为你现在亲的是自己的手医生，这么牺牲不用了，谢谢。可以自己选吗？你接吻就接吻，大脑还想什么？就享受啦。对，可是。对哈，这神经反应嘛。这12条神经我没有学过哪一条神经嘴唇碰到的时候，它是用解剖学去算的。神经会有根据的，医学根据。那2位女生呢？又同你讲。不晓得，我想说大概反射动作就是会眼睛闭起来，那反射还能什么反射？吸反射嘛，当然就是神经反射啊。你想嘛，你哈啾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眼睛会闭起来？也是嘴巴在动啊。是啊。所以你哈啾跟拉鸡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个反射动作。你可以张开眼睛哈啾吗？不行。哈啾不一样，哈啾那个动力很大，你眼睛会爆开哦。因为你哈啾的速度很快，你必须要闭眼睛，不然眼睛就会有可能。可是有时候太火热的吻也会。那个
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啊，你可能眼睛是张着，对不对？但是开始拉之后呢，自然你要 focus 在你的舌头在你的嘴唇上面，跟对方交流感，所以你眼睛要闭起来，才大脑集中。我还有看过，还有我以前美国的朋友有一些就是接吻的时候脚，如果是站着接吻，他脚就这样动半只，我想说什么意思啦？还要练肌力哦。那个公主啊，安海社会那一片啊，她就会自由翘起来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帮助大脑集中。真的哦。有科学家研究啊，指出为什么我们接吻的时候会闭上眼睛，这是因为其实大脑太多讯息了，我没有办法同时处理接吻的视觉跟触觉刺激，所以我要 focus 在一个上面。所以心理学家也指出呢，有一些做研究的受试者呢，接受比较复杂的视觉任务的时候，会变成触感能力会下降，所以我就不要看了，我要 focus 在我的触感上，所以就变成我们闭上双眼，就是我们要尽情的好好享受这个触感的吻，而不需要用眼睛看。真的这样子，两位女生请到我们旁边休息，加3000，18000了啊。对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数字疼痛评估量表可以有效且快速地进行疼痛评估。请问以下哪一个比较痛 ？A. 吃饭咬到舌头 ；B. 蛋蛋被踢到。还好你们不用学，你们下来，还好你们下来，对，请作答。哇，这疼痛指数咬到舌头也很痛哎。吃饭咬到很痛。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很饿，有没有？对。咬到舌头，咬到你那个嘴巴里面那个腮，有没有？很痛，有没有？但是我跟你讲。蛋蛋呢？因为只有男生能够体会到，女生就不懂蛋蛋被踢到那种疼痛感。痛，这个怎么痛？这个感觉好像已经让2颗升华到肚子里面。你说疝气吗？不是，你会觉得你跑进去呀！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还曾经走单杠。哇！哎呦！天哪，那个是不得了！天哪，那时候又没人，我已经在地上喊都没动。会哭吗？会想哭？后来有人看到我，因为我快呼吸不上来了，他把我抱在那边这样一直抖，你会感觉真的掉下来，是不是真掉下来不知道，但掉下来你就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问嘉豪最清楚了，他泌尿科的嘛。对。因为他其实不是真的说稿入腹，但感觉上，但是他因为同一条神经传导到骨盆腔底。所以你没有办法缓解它。你平常撞到手、撞到脚，你还可以暖外面。对。但它那个神经一旦传到深处，传到脊椎这边深处的时候，所以你只能抱着它。对，你只能抱着它。捏它吗？就说没事。捏它就已经很痛，按摩一下。多痛了。他就说手可以按摩一下。我问你，所以按那里没有办法。不是捏啦，那不叫捏。不是，它是一个很保护性的会这个动作。那你要捏它的话。你会像我问你呢，你偶切的地方你会去揉它吗？会把它揉开啊。你刚开始就很痛啊。刚开始很痛，你是吹，对，减缓。但医师我看很多那种格斗的那种，他被踢到，不小心被踢到嘛，然后那个都会去给他拍这个下背这个位置。为什么会特别拍这个下背？那你刚才说鳌拜那个插针，不就是嘟还伸出来？因为他练的是那个什么铁布衫嘛。其实没有太大效果啦，因为真正脊椎神经疼痛感已经传进去了，你怎么拍别的地方，大概是一个转移的感觉。可是嘉生那个就等时间恢复了。可是嘉生选 A 是因为你是铁蛋，他比较没这么敏感。没有了，看一下。铁蛋，铁蛋是吧？对，我住蛋舌，没有。我就觉得说，因为2个其实都是物理现象。对。然后舌头的神经应该比较多，因为肌肉它做很复杂的。舌头真的是很痛啊。然后 A 是有撕裂的。有流血的，那 B 比较是感觉它没有太多的物理变形，所以我就讲这个啊。你看你要持久的话，你蛋会好啊。舌头的痛和弟弟啊，比较丢，有底颠。顶公木正确解答，正确答案是 B， 蛋蛋被踢到。其实呢，医学界有一个疼痛量表，分成0到10，其中呢，如果你痛到7到10，就变成重度疼痛喽。那我们来讲看，蛋蛋被踢到呢，是估为4到6级的中级疼痛，而吃饭咬到呢，只是3级的轻度疼痛。嘉生，来，请到旁边坐一下。
你应该跟女生一起做，因为你对对蛋蛋的认知跟女生是一样的。对，铁蛋，拜拜。来，请加2000。所以你看到棒球员呐，为什么都要互当？哦，对对，触身球被打到那什么心痛死情啊？了，所以常常会蹲在地上，比如手3垒滚地球没接到，哇！哇塞！我跟你讲，那个有时候还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那个球来或人家的那个撞击力太大，它有个震动，震动那个力量会上来的话，也是会痛。对呀，你这个捕手都有带钢盔了，都还是会痛。可是他这样被打到，其实不会真的影响他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只是抽痛，会啊不会说整个破掉吧？会来求诊嘛？我没有听过咬到舌头来求诊，但是我的门诊的确是有一些打到蛋蛋，不管是脚踏车跨坐或是接球的，对，国中生、高中生有这一类型的人来求诊。他第一次说，我这样子会影响你的声誉吗？这要看程度，有遇到摔车、机车摔的，整个就破掉，真的破蛋哦，破蛋了。那真的破蛋的话，就影响到生育能力吗？有2颗。还有1颗就 OK， 但2颗都破都不行哦，2颗就没救了。破的意思是有办法捡什么东西回去？没办法，他在里面破。我是认真的在问这个医学问题。他在皮里面破，不是破外面。不是，他是睾丸裂掉了。哇塞！那如果2个都裂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到它的勃起的功能？不太会。勃起倒但是他就没办法不是他没有精液造精的能力就没有。好严重哦，大家小心啊，各位。好，我们讨论到这里了啊。OK。淡淡的哀伤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内容指出，人生的快乐指数会随着年龄改变。请问，根据统计，人类在哪个时期最快乐 ？A. 18岁刚成年 ，B. 80岁老年。请作答。我当然选80岁嘛。啊，我也选80。对啊。18岁刚开始，你有很多的问题还要考量的。对啊，而且你还不知道世间的忧愁，你以为那个这个忧愁就很大了。对呀，又要买房，又要谈恋爱，又要当兵，学业能不能顺利毕业，能不能考好大学，压力很大。可是你们干嘛选 A？ 是因为那时候精力很旺盛。18岁那个时候是多充满着活力，多充满着精力，然后对人生有多大的希望。那是我们80岁认为他很快乐。然后18岁真的很年轻很快乐，我们都想回到那种年龄。你80岁可能蛋蛋都已经破掉了，快乐个什么？不，他不见得是蛋蛋啊，他80岁人生阅历很多啊，他对事情的参透可能会很开心啊。对。那你如果80岁了，然后你那个每天出门还要人家有个看护推轮椅什么什么的，现在讲是正常的啦。对，健康的不健康的不用讲，不健康几岁都不会快乐。你18岁每天坐轮椅，你也不会快乐啊。对啊，那也是啦。对，这篇统计我好像看过，答案是 B， 但是我又想到它是英国的，我记得这些洋人每次一满18岁就很高兴的说可以喝酒什么的，有很多 party 的。没错。所以是不是快乐那一瞬间我不知道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80岁老年。对。人生的快乐指数呢，其实是 U 型的，就代表说你青少年成年之后，你的快乐指数就开始一路下滑了。平均46岁的时候达到最不快乐的低谷，那步入老年之后会慢慢重新攀升回去。那80岁老人的快乐感受呢，甚至超越18岁的青年哦。是的，2万块没有人拿走。哇，哎呀，这个时候制作单位的快乐指数已经到100了，要加油。第2题。请出题。流行语也可以很有料，请问下列哪句流行语出自于哲学家尼采的著作 ？A. 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B. 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请作答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女生是不是有心事啊？两题一模一样。哎呦，有意思。我觉得他们的解说是说，重要事情要说3遍是近代的，是近代的才会讲这样。重要事要讲3遍哦，以前没有听过这个。这个忽然就大家开始讲这个，对不对？方宇，你的解释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很重要说3遍，不就是最近很流行的流行语吗？对。那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这种感觉就很远古。不过他也是啊，出自哲学家尼采的著作了，对不对？刘总，
我是觉得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感觉好像没有很流行。对啊，就没错啊。虽然是流行语，但这一句感觉没有很流行啊。是，我好。我觉得，因为啊，这个哲学家是蛮久以前的，而且哲学的人应该不大会讲说 "Am I a bitch"， 那就不大会吧。哲学家因为是很有内涵、很有深度的嘛，所以他应该会比较注重说重要事情要讲3遍。加深。哲学家。对，因为我看这个“贱”这个字，把它翻译成可能外文，好，跟这个它中文的意思不太一样。那我觉得哲学家会讲到“贱”这个字有点难，然后。他是哲学家，很常要辩论、思辨、归纳演绎，所以要多讲、多讨论。他觉得哲学家不会说出这么的词汇，要 low 的一些啦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我们又回去了。你在重播？你们现在重播吗？这句话呢，出自尼采哦，在《善恶的彼端》第5章，它里面在说道德的自然史。他对道德有个见解，他说从智力方面来评价呢，道德是没有什么价值的。它既然不是科学，也不是智慧，但再说一遍哦，而且要再说3遍，道德呢是权宜之计，权宜之计，权宜之计啊！来，2位请坐，就回去坐了，你看。来加3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以演化论之父达尔文之名命名的达尔文奖是用来纪念什么 ？A. 因愚蠢导致死亡的人 ；B. 最没用的发明。请作答。都选择了因愚蠢导致死亡。加好。我没有听过这个奖达尔文奖是诺贝尔奖里面的一种吗？所以我没有听过这个奖，所以我想说，可是2样都不好的啊。对，所以因为我没听过，所以我觉得它不是没有用的发明。有个金钟奖，另外一个叫走钟奖，这个概念对，有烂草莓奖那些发明奖，我记得有一个奖也是在讲没有用的发明，但是好像不是达尔文奖。我记得不是这个奖。如果你们3个都错，就是重播了。真的重播完全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因愚蠢导致死亡的人。达尔文讲的很有趣，他专门记录各种愚蠢但又好玩的死亡事。为什么要用达尔文？所以有一部电影嘛，100万种方式的死亡。死的方式对，很莫名其妙嘛，被东西砸死的啊，摔死的啊。但为什么要用达尔文来命名哦？就是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就是要进化才能生存下来嘛。那奖项的得主呢，都已经过世或是没有办法生育，原因是因为哦，你自己愚蠢的基因啊，做出这么愚蠢的事，让你不能再活着。我们要让你死亡或者逝世，你愚蠢基因就没有办法再传播出去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的消逝对人类来说是伟大的贡献。因为达尔文是进化论嘛，转了好多圈。因为这样子就不会不断的会进化，因为愚蠢人都走了，愚蠢的人都走了。来加3000块。那谁会想要过世之后获颁达尔文奖？他也没感觉。如果后代子孙有奖金会去领哦。会啊会啊，因为够愚蠢嘛。对，够愚蠢。来，请出题。你喜欢香菜吗？不少人都对香菜非常抗拒。请问，讨厌香菜可能与人体的什么部分有关 ？A. 味觉灵敏度 B. 基因。请作答。你觉得味觉灵敏度啊？因为我老婆她跟我分享，她以前是可以吃香菜的，但有一天她去她朋友家，她妈就炒了1盘香菜。她自从那天吃完之后，她就不敢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基因的话，那不会改变。基因不会前面敢吃，后面不敢吃。对，是因为那个味觉突然改变。对，有很多人上半的人生他不吃海鲜，对，但下半生因为认识他就觉得海鲜没有，有这种改变是没错的。那嘉豪。我记得我念过相关研究，是基因有一部分的人他基因里面有这个问题。那就像癌症一样，你也不见得是年轻的时候就会触发打开那个开关，常常是因为环境或是到达某个年纪的时候，它会让你那个基因产生某种蛋白质，让你去排斥这个。是的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
基因。其实啊，有个杂志上面有做研究，他们从3万名的人中对他们做基因的扫描，发现我们有一种用来感受气味的基因 OR6A2， 它对于醛类物质非常敏感。那香菜呢，刚好就是含有大量的醛类物质。如果你有这个基因的人呢，你会超级讨厌香菜。大概有1到2成的人啊，他其实吃到香菜的时候，那个味道感觉像吃到肥皂、土跟虫的感觉，所以不是他在那边觉得说哎呀难吃，是他根本吃到跟我们不讨厌基因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味道的。说这个都是基因的问题。原来是基因。嘉生，好，你休息。哎呦，医师，请加2000。28000哦，很肥哦。很肥嘞。哎，请出题。住水中不一定会游泳，请问以下哪种动物其实并不会游泳 ？A. 水豚 B. 河马。请作答。好。哦，要分胜负喽。哦，要分胜负了。对，好。国豪，你选水豚不会游泳。对，因为我有带我女儿啊去宜兰的那种动物的那种地方玩过，然后我有看过水豚，他们会在水很浅的水会玩，但我没有看过它游泳。但是呢，我有看过河马在比较深的水的地方呢，它会像狗爬式，4只脚在动，游，它会飘，会前进的。OK， 大家好。我反而是记得相反呢，老鼠鼠类的动物，因为水豚其实是大老鼠嘛。我记得大老鼠会稍微短距离的游泳是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已经输赢，到底29000是归属谁？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河马。动物频道表示啊，河马根本没有在游泳啊，其实他们在水中是用走的。那为什么看起来会像游泳呢？因为它的体内有足够的脂肪帮它浮起来，它没有碰到地啦。对，而且它4个脚趾里面有相连的蹼可以划水，它不是真的游泳，它其实在水里面踮着脚尖走路。而水豚呢，好像看起来有时候有点笨重，但它其实是游泳好手哦。来加1000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来，东东回来。恭喜嘉豪，我们29000，请输入嘉豪的账户。这个肥哦，一家是35000的，累积很多的。接下来进行第3轮，也是最后一轮，请出题。便利商店是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请问根据统计，便利商店里最畅销的商品是什么呢 ？A. 茶叶蛋 B. 拿铁冰咖啡大杯。请作答。右同选拿铁冰咖啡大杯的。你每天1杯是吗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在想说茶叶蛋那个拿完了就没有了，但是冰咖啡好像可以一直煮。哦，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茶叶蛋。大数据分析了近6亿笔的发票哦，那发现我们台湾的3大便利商店的热销商品的第1名都一样，就是茶叶蛋。那卖第2好的才是现冲咖啡系列啦。那事实上呢 ，Top 10的商品都大同小异。台湾人不但很喜欢吃茶叶蛋哦，爱喝咖啡，其实抽烟的频率也很高。所以这3大超商呢，其实前10名都有包含香烟。大家现在反烟，反正这样，他还在，而且烟超级贵，但是爱抽的人他就是必须要抽的人，他就是会抽嘛。可是因为经历 COVID-19 之后，大家肺都已经很累了呢。那个肺越来越累。如果讲有用的话，其实对呀，好了，有人在咳了，来，请休息一下，来加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意大利黑手党指庞大的犯罪集团，是不少影视作品的题材。请问，黑手党是因为什么而得名的呢 ？A. 犯罪后留下黑手印 B. 成员都戴黑手套。请作答。哇！只有嘉生选择他留下黑手印。手印，你按一个。我只听过血手印。对呀，黑手印。我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蛮难的，可是我是类推，就可能在美国西岸有一些什么血帮啊，他们可能打完仗之后会摸一下红色的鞋子啊，涂一下，
感觉会不会是这样？就感觉 B 有点太直觉了，我就故意不选。哎呦，成员都戴黑手套，因为黑手党可以不一定要戴黑手套，他可以戴白手套。如果他戴白手套，他就是礼仪师了。他也可以戴对啊，或者是晚安大小姐，他可能先黑手套干完他之后，再戴白手套帮他服务。一条龙，一条龙服务，生意做这么做包山包海，献花，这边献酒，是这样吗？哇，黑手套，因为你这个所谓意大利黑手党，它这个是很久以前就有了嘛，可能是大概应该是40、50年代就有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他会用，就是说犯罪的话，他就会去查你的这个指纹、手印了，所以他们就要戴这个手套。那意大利你就戴黑的皮的这种手套嘛，比较帅嘛，才比较狠。戴白的就像礼仪师的这种东西，对，帮人家开门、带个停车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行，你哪像黑帮的？来，钥匙拿去停车哦。穿白手套了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犯罪后留下黑手印。黑手党 Mafia 呢是一个很庞大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哦。最早起源是19世纪中的意大利西西里岛。据说啊，它的成员犯案之后呢，往往会在现场留下一个用蜡纸印出来的黑手印，而且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跟警方示威，就是又是我做的，怎么样呢？所以黑手党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是，所以警察看到这样子就算了。就吃案吧，就把案子吃完再说。来加1000，有什么回来？5000块，这一轮已经结束了，输入了刘家生的账户。对，好，我们这次我们要宣布他们3轮的总奖金。好，最后呢，归医师3万5，幼童姐12000，国豪6000，方瑜12000，嘉生14000。还恭喜归家豪获胜。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我们移出之案，我们归家豪医师再度挑战，要成功哦，不然笑更大声哦。又站上这个位置了。对对对，因为你同事那么多嘛，35000块，请插卡。蛮高的。金库请打开，35000块现金是您的，但是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，请出示2道密码。2道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1画看过的鸟，或是总笔画36画威尔刚吃下去。有泌尿科只能谈这些。对呀，看过的鸟比吃过的饭还多啊！你看过太多鸟了吧？对对对，看过的等一下，我们先看过鸟的有哪几个成语呢？战功彪炳。因为割下来的放在那包皮啊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有医师他会割下来的包皮会泡在那个药水里面，表示他割过多少这样。医师有这样吗？没有，我都会问他要不要带回去。哦，有人会带回去哦，带回去要怎么保持？装福马林，中标本的，然后自己放在那边说这是我的这样子哦。有的人是感伤，有的人是炫耀。年轻人，对，年轻人喜欢去秀。这是我的包皮，这样秀给同学看。好特别哦。不计其数也是一只成语嘛。对。威尔刚吃下去呢，36画就是哇，如虎添翼，一柱擎天。一柱好啊，情字不会写。这个4个字，威尔刚吃下去，有如神助。如有神助哈，如有神助。那你要选哪一个？这样听起来如有神助，这个我会，但不一定是我们讲的，也是哈。对啊，但是41画一个36画，你选哪一个？还是36画哦，笔画少。威尔刚吃下去，请锁定。那看过的鸟是哪4个字成语41画呢？请看。不胜枚举。太简单了，可惜了，这太简单了。这个你会写哈，但其实蛮复杂，那个举。枚啊，枚你不见得啊。哦，1枚2枚。枚举你要想都会了哈。对，不看的就说想半天。对，好，不用后悔了。接下来挑战的是威尔刚吃下去是哪4个字？来，请出题。立竿见影。这送钱的吗？立竿见影。1分钟计时开始。好的。 3万多。2、3、4、5。竿。 1、2、3、4、6、7。剑。1、2、3、4。
最多笔画了。 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停，几秒？37 OK 秒。你如果答出还有23了哈。来，请公布密码。 05、07、07、15。对或错？错的，错的。所以呢，还有23秒，计时 OK 开始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0、9，确认。哎，写到按03了。 03了。对，哦，对不起，来计时了，计时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0、9，确认。好，还有几秒？还有9秒。密码05、09、07、15。对或错？恭喜你！确实成功啊！不啊，我出文了啦！这是现金商的现钞。是。那我们看看正确解答的，请看。啊，好险有想到这个杆。对，一个字都没错。对，所以你获得35000块，对不对？挑战成功，哇塞恭喜！恭喜！来，我们往回走，谢谢。哇，哎呦，那个扶栏杆的杆就出来了。这个应该是南杆北杆的杆呐，对不对？是哇，立竿见影。意思说把一个东西这样立起来之后，马上太阳照下，影子就看到，代表非常的速效。是啊，所以你看，马上这个可以买多少威尔刚？你看，医生应该还没需要吧？我自己有。不是，对不起，问太多了。我们节目非常有人性，有没有？再度请到各位回来挑战第2次机会。各位呢，有个好处，将来还可以继续来挑战。继续回来当遗族。谢谢各位的今天参与，晚上8点锁定，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